CR-V 也没有cut掉这个东西，一样把它照搬过来本地市场。好帅啊 ，Honda cut 到这样咩？这个东西真的是搞错咩？通病保养方面的话，这个是100%Honda都会中的。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我是阿仔啊，没有错啦，我又是全网最慢的那个。今天的主角就是 Honda CR-V 的最新大改款2023款。不过呢，因为我是个人直接冲到 showroom 去拍摄的，并不是官方邀请啊，去泰国试驾还是去哪里试驾。总之呢，我跟官方就是没有关系就对了啦。所以在这个影片里面呢，任何的优点缺点我都会很老实的讲出来，有不好的我就敢说到它，好的东西我也会不吝啬称赞的啦。废话不多讲，马上来看看这个最新的 Honda CR-V 大改款有什么样的优点或者缺点，是不是适合你的那一款 C segment SUV。在影片接下去之前，就要再麻烦各位帮我点个赞，顺手带来一个免费的订阅啦。订阅跟赞都是免费的，你敢跟它点下去 ，YouTube 不会跟你收钱的。重点是订阅了这个频道，你还可以看到各种新车以及二手车的 review 之外，还会再看到多的东西，就是这个汽车保养方面的问题，包括它的价钱、维修事项、通病等等的这些资讯相信你在其他频道上面都是看不太到的。这样子呢，不要错过这些精彩的内容，又要麻烦各位先帮我订阅起来，更新影片你才不会错过。也可以先留言告诉我你想看的车。在前脸方面的话，这一次的这个 CR-V 的改变就可以讲是非常的大。对比起上一款上一款的这个样子，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在路上看过不少了。真不愧这个 CR-V 是马来西亚的 C segment 销售量之王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上一代的这个设计它的头灯组的话就会比较锋利，边角的地方会更加的尖锐。来到这个新一代的话，它的头灯就被压扁拉长，然后也少了很多棱角它的边角比较钝，看起来相对来讲会比较成熟，会比较老水一点点啦。不过这个其实也是目前Honda 在全球的这个新款的家族式设计，已经不是以前 Civic SC 的那个样子，就是大搞的 Chrome， 然后头灯给你非常尖锐、非常 sharp 的那个样子。用 Honda 在本地市场售卖着的车款来比较，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好像这些东南亚专属车款这个 City 还有 Honda 的 WR-V， 他们都还是采用上一代的这个 Honda 家族式设计，就是中网是采用大面积的 Chrome， 眼角的部分都还是非常尖、非常 sharp 的这个样子。再看回来本地有售卖着的这个 Honda 旗下的产品这些所谓全球化的产品，包括这个 CR-V、Civic、HR-V， 这个样子看起来都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对比起上一代的这个家族设计已经少了一点点的那种运动凶神恶煞的那个味道。就不知道各位喜欢上一代的 Honda 家族式设计，还是最新一代的 Honda 家族式设计呢？车侧的话，这次据说它的轴距就有加长，所以 CR-V 的这个车内空间又会再进一步的被放大然后有一个我注意到比较特别的点就是在它的这个前轮眉的这个位置大家就可以看到很明显有一个橙色的这个反光条。这个东西呢，其实大部分是会出现在美国售卖着的车身上才会出现的一个东西。我不确定可能是美国他们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必须要加上这个橙色的反光条。在马来西亚就应该是没有这样子的规定啦，然后这个 CR-V 也没有cut掉这个东西，一样把它照搬过来本地市场再来就是这个 rim 好帅什么东西，160多千的车给一个 silver 色的 rim， 这个东西真的是搞错咩？上一代的这个 CR-V 都给你dual tone啦你觉得dual tone很烂大街了，这样你起码喷一个灰色一个黑色也好啦，你要上到 RS 才给黑色，这个就很明显Honda 的做法就是要让你区分开这个 RS 跟这个汽油版的 V-Spec 的差异。当然他们的轮胎尺寸都是一样的，样子设计也都是一样的，就只是这个配色方面做出了不同所以如果你是打算买这个 CR-V 的，这个 rim 跟它换掉它，不然直接拿去喷黑色喷灰色多好啦， silver 色算什么东西。车侧这个小进步的点窗口边的这个 chrome现在也换成了那种雾面的 chrome， 不过在这个 B pillar就还是用这种 matte 面的黑色 plastic刚好隔壁就摆着一辆 Civic RS，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Civic首先它的这个 B pillar 这个窗口边的部分就是采用 gloss black， 再来它的这个门边的这个 chrome也是一样采用雾面的 chrome。 至于什么样是亮面的 chrome， 拍这个它的门把手给你看就知道了。这样子看起来可能你是看不太出差异，这个就建议各位可以亲自到 Honda 的 showroom 去看看，什么样是叫亮面看起来非常廉价的 chrome， 什么是叫雾面看起来非常高贵的 chrome。 车尾灯的这个形状整体就还是有上一代甚至是讲上一代的这个感觉有在，
这个尾灯这一次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最明显的就是这个 C 又不到 C 啊，就是这个3段式的这个样子。虽然我是没有拍到亮起来的画面啦，不过可以想象，如果晚上暗暗的地方你跟在这个 CR-V 的后面，绝对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我个人就觉得有一点点像是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这个样子，不过当然这个 Hatchback 就没有3段式啦。往下看去有2个 exhaust， 这个 CR-V 是真的双出，不过这2个四方形的就只是一个 cover 啦，里面是还有隐藏着真正圆形的 exhaust pipe。电动尾门这个东西，身为一辆家庭用的 C segment SUV， 这个是肯定要必备的啦。再来，各位现在会非常在意的这个 spare tire， 有它的这个尺寸我也看了，是跟4粒轮子的尺寸都是一样的，235/60/28 full size， 应该是 Sport Rim 的这个 spare tire， 这个就非常 good job 我记得以前最开始有给到 full size Sport Rim 的 spare tire 的这个品牌，应该是 Toyota现在 Honda 也慢慢跟上脚步了，这个 not bad， 不错。内饰方面，首先一眼看去我是要在拍这个 CR-V 才去研究上一代的 CR-V 内装是长什么样子的啦。因为我一个年轻人，正常也不会去了解这种 C segment SUV 昂个价的车内饰是长什么样子的啦。OK， 总之就是这一代的 CR-V 跟上一代的 CR-V 内装设计就可以讲是天差地别。好看是真的好看，变化也是相当的大。相信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它中间的这个蜜蜂窝形状的冷气出风口 pattern， 这个内装设计其实很大部分就是从现在最新款的 Civic 搬过来的。拍这个内饰给你看，可能乍看之下根本看不出这个是 Civic 还是 CR-V 的内装。大部分可以讲是 Center Console 以上 Dashboard 的这个大部分CR-V 都是和 Civic 采用相同的东西，整体的相似度就非常的高。冷气旋钮可以看到是和 Civic 这个一模一样，不过到了 Center Console 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好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比较像是 HRV 的那个感觉。同样这个旋钮旋转起来的手感真的是很不错，真的是很好，这个声音真的是疗愈包括这个风网状里面这个冷气的 stick 到它底下的这个风量调整的部分，我都觉得 Honda 的组装品质是有在的啦，虽然讲是本地组装的，不过东西都还算是 solid。可以了，称赞完了，现在就要来狠狠的说它了。首先前座的部分看这个扶手位置是软的，上面这个也是给你 soft plastic， 这点非常不错，非常 nice。不过我们来看看后座首先扶手方面也是给你软材质，和前座的东西是一模一样。不过这个上面门板听这个扣声多么的清脆搞晒Honda cut cost cut 到这样咩？前座门板都给了软材质，后座不要给，哎呦冤枉。然后这个 CR-V 它的内装设计首先大面积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采用这个木纹饰板，跟 Civic 比起来的话 ，Civic 就多了更多的 Piano Black虽然讲这个 CR-V 也是有用 Piano Black， 不过它更多是采用这个木纹，毕竟它主打的是家庭，主打的是安哥。可以看到它的后座方面也是一样有给你冷气出风口。这个身为一辆 C segment SUV， 后座时常需要载人的家庭车，这个东西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后座虽然门板 cut cost， 不过在这个材质方面还是有给足你。钢琴黑的面板加上木纹的这个搭配，虽然我身为一个年轻人是不会喜欢木纹，不过这个木纹单看的话还是不错的啦，我个人觉得。然后这个后座这次很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后座可以放躺，而且也可以进行前后滑移。这个身为一辆家庭车，当然又是再加分的一个事项。不过因为车子没有 start 我就不是很确定这个 CR-V 有没有氛围灯。这个 Civic Hybrid 版本的话，它就有给到你这个红色的气氛灯。Engine 方面的话，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称赞的地方啦。Honda 俗话说买 engine 送车，这个 engine 和上一代一样都是 1.5 L 加上 turbo。不过呢，这个 1.5 的 engine它就可以爆发出190个 PS。你要知道，在这个数据的前提之下 ，Honda 并没有采用时下最流行的 Direct Injection， 仅只是调整了它的一些可能进气量，还是一些 turbo 上面的压力，就可以把这个马力 tune 到接近200匹可见啦 ，Honda 对 engine 的这个 tuning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功夫在的。当年的这个 VTEC 技术还是没有被浪费掉的。差点忘记这个 CR-V 这次大改款的一大重点也是在它这个最高的 V-Spec， 直接就给你 All-Wheel Drive 的这个配备你也不用选，也不用犹豫了，直接就给买你了。不过这个东西的话，就需要注意啦，它中间的这个 differential 其实是有油液需要进行更换的。不过如果你是5年用了就卖车的这个车主这个东西应该是轮不到你来烦这个油液通常是在很久之后才需要进行更换的。
再来通病保养方面的话，我就简单的讲就好了。这个 engine 压箱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 Honda 旗下所有车款采用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啦。保养方面，我相信你可以参考 Honda Civic 或者是讲 HR-V， 我相信是不会差到太多的。通病的话，这个我可以预见了的啦 ，Steering Rack 这个是180% Honda 都会中的。Honda 旗下所有的车款都是采用这个同一帮的 Steering Rack 嘛。再来就是上一代这个 CR-V， 它的牙柄会出现脱落，还有这个 button 也有可能会脱落。这个在当时候啊，2019年Honda马来西亚就有进行过一次的召回，不过这个牙柄啦和现在新款的也都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通病可以讲是被解决了啊。剩下 CVT 顿挫这些啊，我相信新款 CR-V 身上啦，Honda 全家族都通用的这个 CVT 压箱，我相信该有的东西它还是会有。这样子这个 Honda CR-V 啊，你觉得是适合你的吗？然后是什么样的人会选择这个 CR-V 啊？毕竟它的价钱来讲又有一点小起，也不算是便宜的车。影片到这里大概就结束了，再麻烦各位帮我点个赞，顺手再来一个免费的订阅啦！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阿仔，我们下期影片见，拜。